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对于台湾人来说，有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花莲的救灾还没有停歇，第二个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税谈判进度到底到哪里了。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我们的谈判代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跟谈判代表已经到了美国进行第5轮的实体磋商。这实体磋商里面包含了关税跟232条款一起谈下来。而就在整个磋商的过程当中，今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竟然说出一个爆炸的言论，让全台湾都吓呆了。他说什么？他说台湾跟美国晶片要55分。什么叫55分？他说在他上任的时候，美国的晶片生产只有2%，但是目标是在卸任的时候拉高到40%，甚至他还说了什么？他说台湾掌握95%的晶片，为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这句话让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今天难道是要把我们的细盾给拆了吗？但他能拆吗？当卢特尼克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务必要拿他跟黄仁勋的话来一起听。黄仁勋最近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直接说的非常白，现在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主权 AI 比什么都还要重要，甚至 AI 的基础建设也非常的重要。他是怎么形容？他说，没有人需要原子弹，但是人人都需要 AI， 这代表一件事情，在全世界都在打 AI 战的时候，尤其对于美国来说，他将要在 AI 战打败中国，他唯一能依靠的当然只有我们台湾。所以视从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卢特尼克这个说法好像是要去拆细盾，但他拆得掉吗？没错，像卢特尼克最新说的这个55开，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先进晶片跟美国的先进晶片要一半一半，很多人都认为说那是对台湾的经济的威胁，但事实上呢，某些程度来说，美国也认识到说他必须要把他的安危呢跟台湾完全绑在一起。好，那我们为什么讲到卢特尼克？因为事实上现在最新的消息，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还有我们经贸谈判的代表，已经到美国去了，要展开新一轮的这个谈判，第5轮了。对，而且那事实上这个卢特尼克他讲哦，他说台湾跟美国要达成一个重大的协议 ，big deal。那 big deal 来说，因为卢特尼克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商务部长。那商务部长负责的是什么？商务部长负责的就是232，所以也就是说半导体跟他会有相关，所以他这次讲了很多半导体，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卢特尼克他讲了很多，就是代表未来美国的这个想法。好，也就是说他这一次他虽然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他要跟这个台美要55开，但他认为说细盾要有新的解释方法，就是美国有更多的先进晶片的时候，他才能够保护台湾啊，所以等于他也毫不客气说我要保护台湾。另外一个，目前为止来说，黄仁勋这几天他讲什么？他说什么啊？没有人需要原子弹，但是人人都需要 AI。所以 AI 的话又要靠谁？又要靠台湾。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现在从卢特尼克、从贝森特、从川普的这个口中，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台湾的晶片绝对就是美国的个中最重要的利益。好，我们先跟大家讲还原整个卢特尼克的说法。卢特尼克的说法是这样说，他说他一开始就说很快就会跟台湾达成关税的协议。好，那为什么？他就说，因为呢，在中国威胁攻打台湾的状况之下，他会在任内确保40%的晶片回到美国。好，最终目标是55开嘛，就是台美生产各半。对。然后他就说了，在他上任的时候呢，美国生产只有2%，那卸任的时候拉到40%。对。然后他就说，那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重点在这个。他说这项任务需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完整那需要资金规模高达5000亿美金，这是需要台湾参与的，而且要统一参与。所以这部分来说，就是台湾要参与的部分。对，除了现在台积电的1650亿之外呢，台湾还要再投资多少？这就是重点啦。他讲这样的话，意思当然就是这个。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吓人呢。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他就说我们需要保护台湾，对，因为中国距离台湾只有80英里，那当中国表明要夺取台湾，我们需要继续保护台湾。你看讲得很明白哦，而且要帮那我们要保护台湾，然后就要帮美国达成合理的自给自足嘛，就是40%嘛。他就说，否则台湾掌握95%的晶片，那也对美国构成安全的威胁啊。他说打仗的时候，美国怎么取得这些晶片保护台湾？没办法嘛，难道大飞机或是船过来吗？所以没办法嘛。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只要50%的晶片的时候呢，假设真的打仗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50%生产出无人机的晶片啊，生产出战斗机的晶片，我们可以去支持台湾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他等于是他讲了一个不一样的逻辑哦。他说什么？他说细盾，他说过去有个细盾就是台湾生产的越多，对美国来说，美国就必须要保护它。但他认为说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因为95%都在台湾生产的时候，打仗我们怎么保护你？没办法嘛，反正是50%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就是台湾被打。那台湾美国还有另外50%，我们可以去帮助你。但是因为你那50%呢，
美国又需要你，因为美国绝对还是需要那50%，对，美国不可能不需要，所以变成是说美国需要你，但是美国也可以帮助你，所以他提出来的细盾呢，跟过去大家想法不一样，大家过去都说只有台湾唯一生产才好，但是他反而跟你说不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就是他的说法哈，这是他的说法，我就说。这个会不会变成是未来美国的主流的说法？对于细盾的讲法是这个样子哈，这个我们要留意哦。好，那我们就看为什么美国要赶快这个增加这个产能呢？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成熟制程一直不断的在崛起之中嘛，所以才说美国希望说我有部分的产能在美国生产，这样真的万一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可以有足够的晶片支持在美国，这是美国的想法。好。那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讲话是谁？黄仁勋。那黄仁勋讲什么呢？我觉得他这几天，你看他很有意思哦，他换上这个眼镜，新的这个造型，然后讲了这个 podcast， 讲了这个美中竞赛的这个问题。好，他讲什么？他说什么？他们说中国没办法生产 AI 晶片，他说不是，这个太离谱。另外说法是中国没有生产力，中国无生产力。他说他们最擅长就是制造。第三种说法是说，他们落后我们好几年，落后我们2-3年。他说拜托，他们只落后我们几奈秒 （nanoseconds） 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是他们现在中美两国追得非常非常近。对，没错。他就说什么人才是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有广大的人才，对，而且对科技研发政府没有控管，所以中国 AI 的竞争力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他就说了，我们不能够不给晶片，我们要出售晶片给中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强大、创新、渴望成功、快速发展，然后毫无有力监管的这个竞争对手，他说反而如果没办法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反而是造成反效果。所以他就说我们要继续这个让美国的晶片可以卖到这个中国去，这是他的说法，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人才。就没讲他讲这个人才之后，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他被美国的这个共和党人士骂爆了。对，他说什么啊？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欧洲，不是到美国。他说这是一个一个大的这个生存起源的这个危机。他说聪明人才想到这里来，那聪明的学生想留在这里的欲望，我会把它称为 KPI， 也就是评估未来成功的这个早发指标。而且他直接讲非常白哦，他说你们这一些，如果你是对中鹰派。就能获得所谓的荣誉勋章，但是这个不是什么荣誉勋章，来看好哦，羞耻勋章，毫无疑问就是羞耻勋章，对，开地图炮了。对，所以他等于是对那些所谓对中鹰派骂这个，为什么？因为对中鹰派都认为说中国留学生不应该让他们来美国嘛，但是他认为说要让他们来美国。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相信啊，他说摧毁美国人的人才，这个来源不能够被称为爱国，他们目的是在为我们国家做正确的事，但这个一点也不爱国，完全称不上。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有自信心，所以他就说我相信我们的体制，所以放马过来吧。川普就是为那种说放马过来的总统，也就是说不用管那些人才，反正人才让他们到美国来发展，他们想要留在美国就留在美国，他们如果不想留在美国那就回去吧。他认为他们都会想留在美国，所以他认为说人才这个部分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宽，让中国人才来。所以他等于是对所谓的这个对中鹰派宣战。那班农马上嘛，班农就是最明显的对中鹰派，就翻脸了。他说什么？他说黄仁勋是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今年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白宫，今天就应该被逮捕。真的假的？直接要抓人了。对，所以你就知道市场这个他的说法来说，我觉得的确某些程度来说在挑战美国共和党人的一些禁忌。好，不过呢，他这样讲，到底川普会怎么想？照我跟你讲，川普的想法或许跟黄仁勋的想法非常接近。真的假的？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川普不是一开始就说，哎，你中国这个留学生都不要来，对，不要来之后，他后来又说什么？他说，哎，我们欢迎60万的中国留学生来到这个地方。对，那为什么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什么？他说什么？因为你要先来美国念书啊，交学费啊，然后通过高级技能的途径留下这样一个状况啊。他要做什么？他要把高级的留学生把他留下来，也就是说，他要把高薪高技的技术留下来，然后低薪外包的把他走人。这样一个状况，他就希望有更多高阶人才来到美国。好，那我们讲为什么这样？因为这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们之前不是说吗 ？H1B 的这个签证，对不对？现在不是说一个要10万块吗？一个10万，人家说300万台币。对啊，那这个10万块来说的话，那到底有谁会要这个10万块？好，那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这个 H1B 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外包，这个所谓新的这个签证里面来说的话，它有一个规定哦，他就说呢，他会把这个所谓薪水纳入这个状况。就是薪水这个加权，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要申请，对不对？那我就把，譬如说赵和你要申请，慧珍也要申请，这个宇轩要申请 ，OK， 我们把你们申请的时候，我们把你的薪资放在里面加权。对，加权的话就是你的薪资越高，你加权比例越高，你越容易抽中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它等于是很简单，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把高薪的人留下来，你被抽中的机会很高，那你又可以付得起那10万块，你就留在美国。那反之你就离开美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刚毕业的留学生大都只能拿到 L1 跟 L2 的起薪，而能进入大厂能拿到 L4 甚至更以上的资金，多半就会是这个优势叠加真正的赢家，就是你会被抽到 H1B 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而且我们现在才发现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川普说留学生可以来？对，原来你只要服务美国教育的体系，对，你这个10万美元就不用付，是啊，等于是就 OK 了，等于是你就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但是这个10万美不用了，对，那因为他也在美国会花很多钱嘛，包括说像学费啦，或者是住宿费等会花很多钱，而且这个收费只针对美国境外的申请，他算盘早就打好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就很清楚嘛，哈。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过去 H1B 呢是谁呢？过去几年因为中国跟美国处得很不愉快，对不对？所以都是印度人。对，你看印度人来说占了73%，你看到这边对这么高，然后中国大概占12%左右。好，那为什么会是印度人呢？因为印度人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印度有很多那种有案外包，就说他去那边当 call center 啦，对，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打电话到美国，很多公司那种所谓客服员都是印度腔啊，所以等于是那些比较低端的薪资呢，霸占了很多 H1B 的这个签证。所以这是美国决定是用这样的方式，希望把那些人洗掉，把印度人洗掉，有更多的外国人能够进来啊。这样的话，让他的签证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人、更强的人进来嘛。因为你的薪水越高，你越容易待在这个地方嘛。好，而且这个制度呢，你知道谁很开心吗？矽谷很开心。对，你知道为什么矽谷很开心呢？你看现在支持他的是谁？你看黄仁勋。我们希望所有最聪明的人才都能够到美国，移民是美国梦的基石，而我们正代表了美国梦。我乐见到川普总统他采取他的行动。然后呢，奥特曼说，我们需要让最聪明的人才流入这个国家，要简化这个流程，还要调整财务诱因。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政策或许会赶走成千上万个优秀的工程师，但是你只要用高价留住那些最具关键的数百名天才。这些巨头的霸权就会稳如泰山，就是一个天才比上百个工程师更厉害，这就是他们要的，所以他们要留下那些天才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那天才呢，我们就讲，现在对这些高科技公司来说，它机会来了。过去我都要跟这个印度这些人争取这个 H1B， 现在不用，新公司没有钱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要付这个费用，还要多付10万的话，他就意思是会牺牲掉2名本地初阶工程师的这个年薪，而且这是一道急需困难的这个所谓选择题，因为我支付费用还要再加付薪水，所以对小公司来说压力比较大。可是对于赵尔、对于微软来说，它有影响吗？小钱呐、对啊，那。微软在2024年的财政支出，这个研发的支出是272亿。对，然后他说，就算微软一年为2000名的这个 H1B 的新进员工支付的总薪各个高达2亿美金的这个费用来说，也只有占研发费用的0.7。所以等于是说，他这个政策对于那些大公司，你看，对于NVIDIA、OpenAI、微软、Google、亚马逊这些人来说，他们觉得太开心了。你这个政策就是为我而定，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黄仁勋或者说 OpenAI 都会说你这个政策开心的要死，对，微软也会觉得赞成。所以等于是说，这些人呢会这个新的这个 H1B 的政策呢，可以确保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AI 人才呢，可以源源不绝的这个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些 AI 的这个大公司里面去。好，那为什么对这些 AI 大公司里面，他现在需要人才？赵尔，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 AI 这些公司呢，他们都是摸着钢盔前进。对，什么叫摸着钢盔前进呢？我们事实上前一阵我们不是说吗？甲骨文跟辉达还有 OpenAI 不是达成了一个三角同盟这样一个状况吗？哈，甲骨文说我要买这个辉达1000亿美金的这个晶片，但问题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就赵尔他哪来这么多钱？他开始发债。对，他发债，所以他现在发债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就是所有的重量级公司它的发债规模，基本上超过100都是算蛮高的啦。你看，包括说像 Broadcom 啦、N 字谱啦、苹果、IBM、Oracle， 他们都超过这么多，甚至 Oracle， 甲骨文已经到525了吧？对，你看这个线，这已经快超出来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要投资 AI， 我要投资 AI 怎么办？我就跟人家借钱。对，所以等于是用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债券啊，发了很多债券，借了一大堆钱来，未来准备要投资辉达1000亿嘛，对，然后还要跟 OpenAI 互相合作。而且你看到这一些都是 AI 股，对，没错。所以就是说什么，他们欠那么多钱，这代表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回头路，对，也就是他们在拼了。对，好，现在美国面临2个局面，第一个，美国的这个目前为止呢，他们的国债36兆美金，对，钱非常多，欠的非常多，没办法还，他们也还不起。好，另外一个是什么？现在所有的 AI 巨头全部都在拼 AI， 对，把很多大量的钱都投在这上面，所以呢，你看这个伊隆马斯克说什么？美国政府基本上无救了。你看我们的国家的债务高得离谱，仅支付的利息就超过战争部的预算。因此，如果人工智慧还有机器人不能解决我们的国家债务问题，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就是说你看他都知道说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这个用 AI 的这个状况。对，尤其是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美国目前为止的薪资水准都很高。你看美国速食店的这个连锁经理的收入，比这个法国还有德国的人工智慧开发员要更高，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很多薪资都很高。万一呢，你 AI 没办法让他们推动下一波的成长的时候，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前进的这个状态。所以所以伊隆马斯克说的非常清楚，人工智慧还有机器人不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完蛋。所以就是说，因为所有的 AI 巨头都是这样想。川普也是这样想，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就是拼到底，对，一定要把 AI 拼到底。AI 拼到底来说，就是要跟中国对砍。跟中国对砍的话，就是要在意台湾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所以跟你讲，大家不用太担心所谓的卢特尼够说5-5开啦，那都要好久以后的这个事情啦。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在 AI 的发展的路径上面来说，他们绝对离不开台湾。在需要台湾之后，绝对会保护台湾。国正，在这一场所谓的中美的 AI 战里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晶片你最需要的是台湾，但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需要台湾，就是什么？刚刚马斯克讲的，一个是 AI 的人工智慧，一个是什么？机器人。在机器人的整个制造跟整个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台湾的影子。所以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已经不只是加入 AI 晶片，而是视觉在收集资料。所以你每天看到特斯拉的车子在路上跑，或者是有人戴上 AI 眼镜的时候，你要小心，它其实是机器人在透过这个眼镜视觉，在学习怎么样来适应人类生活、学人类行为。我今天把这个所谓的 Meta 的眼镜，我就戴了上去，我以为我是在用 Meta 的功能，但殊不知我看到所有东西也会回传到机器人那里去。对，没错，其实 Meta 就是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你戴着眼镜，它眼镜在收集机器人对于海量资料，去了解人类到什么，所以它是掌握一个金矿，你知道吗？让机器人去学习说对日常生活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 Meta 是在觉得它优势在哪么？它为什么发展这个？因为 Meta 未来可能有2000万个眼镜在路上，比特斯拉路上的车子还要多，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眼镜不只是你在控制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会学习用 Meta 眼镜的控制中，同时它也是机器人后面 AI 技术在了解世界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一边在看，它不只是那个使用者在看使用功能，而是它在记录你所有的功能、所有的行为，它了解人类社会，最后变成它怎么样学习人类。同样的，马斯克的他的机器人也是 Optimus， 也是在训练这些事情。他现在告诉别人，以前我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教机器人怎么样熟悉人类，现在不是的，他现在把机器人是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把它转过来，转在机器人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在学，我看到你的行为，我在学说人类到底这个行为是什么。所以学习的角色其实我们以前教他不是，现在变成他主动，他用自己的眼睛视觉系统去学会。所以现在路上至少有800万辆汽车在收集系统改善他的机器人。所以马斯克是什么样？那他认为未来有100亿个人形，2040年有100亿个人形机器人。那这100个人形机器人，它不止后面的 AI， 而是还有一个视觉系统不断的在收集资料。所以2个人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模一样了。Meta 是用眼镜，特斯拉是用汽车，所以你小心，其实它都是机器人在学习你的生活行为，最后它可以主导人类社会。那背后台湾的技术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为什么现在他一定要台湾50%的晶片，甚至把台湾认为一个重要据点，不可以放弃它，是因为你看哦 ，Meta 的眼镜客制化的晶片要台积电，所以他正在跟台积电合作开发 AR 眼镜的客制化晶片，空间感知能力，所以他正在学习说空间感知是透过它，然后再来跟联发科设计，跟他独家合作关系开发晶片，所以制造是在台积电，客制化的
制造在台积电，但是 IC 设计里面的功能，包括 AI 眼镜的空间感知、追踪眼球、手势跟整副眼镜的位置，其实是联发科帮忙去设计的，所以它在取代高通所以 Meta 台湾的联发科在 Meta 里面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这个晶片是由联发科帮忙协助它设计。再来是瑞昱，我们知道这个眼镜收集那么多资料，其实都是海量资料。刚才不是说嘛，2000万只眼镜，每一辆眼镜每天都在学习人类的行为，海量资料传输，靠的就是瑞昱去做通讯晶片。但是呢，通讯模组是越来越小，因为眼镜那么小，那么多的资料要藏在里面，所以瑞昱在设计晶片。那不止这些，其实台湾有很多新创公司，它也可以开发出晶片。像这个建臻是台大电机博士电机教授去开出来的公司，它其实也是用眼球追踪系统去感测相关的技术，然后把 AR 眼镜导入在里面。它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的眼睛以后就像滑鼠一样，可以控制所有的设备，甚至这个眼镜也可以是收集资料跟感知一个功能，就是跟建臻真的假的？眼睛是滑鼠，眼睛我就动眼球就可以了，没有错。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干嘛？其实不止在买晶片哦。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两个展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展览，到处都来。一个是6月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因为黄仁勋每次会来，大概5、6月的时候，再来就是9月台北半导体展，因为美国什么都认为台湾的半导体最重要嘛，所以这2大展。那你知道台湾第3大展览是哪一个吗？是哪一个？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想说自行车吗？台湾自行车王国嘛，是工具机啊，台湾是精密机械王国啊。纺织嘛，以前我们纺织出口很大嘛，其实都不是，是国防展。你说是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对，这国防展有这么厉害？而且是买家哦，这个是用统计买家了。这个展其实已经存在34年了。以前是干嘛？以前是专门在卖武器用的，是欧美那些卖家来卖武器，告诉我们纳税人买了多少个武器啊，摆些飞弹啊，摆些飞机模型在那里。现在不是，现在是买家来，重点是买家来，而且买到什么地步？买到椅子还不够用，现场的摊位塞满了，这么行这么多人，对。所以它完全变成从卖家展变成买家展，有14个国家都进来了，已经比上了工具机跟自行车展。你很难想象哦，都来台湾买像建臻这样的公司。所以台湾为什么在视觉系统或者是 AI 新创科技里面越来越让你看，这个就是建臻枪用手枪。持枪美国士兵用眼神就可以操控目镜，他只要去看那个图像，或者是选择武器开启通讯，就可以达到他想要指挥的功能或他想要的功能。所以眼睛当然就变成滑鼠啊，重点还不只是眼睛和滑鼠哦，这个其实眼神控制武器之外，还可以及时分析士兵的心理跟心理状态。眼球控制系统它还在干嘛？他还在收集那个士兵的心理状态、作战状态，这代表什么？后台有一个 AI 系统已经开始在努力的什么学习人类的行为，所以他搞不好控制系统还可以指挥说这个士兵状态怎么样？你机器人下去战场的时候，或其他武器下战场的时候，如何跟它配合？它是双向的，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双向？这个资料也太多了吧！所以全世界为什么我会说到回来，为什么变成是 AI 展？半导体展，再来是国防展，变成是3大展览，因为大家都来台湾找怎么样？找类似的技术，我要把相关的技术用在里面，所以台湾不止还会做这个技术，还可以把它发展成军规嘛。所以这个台湾制造本来很强了，所以当然就可以设计出来这样完整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台湾公司哦，背后其实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像我们知道了这个刚才讲建臻公司吧，它其实是台大电机教授简韶义去开出来的，台大电机教授去开这个新创公司，那他找的董事是谁？其实是科技部长陈良基。那陈良基是不得了的，他除了当我们台湾科技部长之外，他以前还工研院长，所以他跟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其实以前也是相当熟，经常看到魏哲家跟他的老师，因为魏哲家928的时候都会请老师吃饭。可是从这一段对话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台湾在半导体不只有人会搞技术啊，搞制造半导体的晶片制造，还有人在搞新创科技。所以陈良基叫做什么？他叫做技转王，把台湾这些多媒体晶片设计的技术技转成为既有商业价值的。所以这些公司慢慢的随着台湾 AI 技术或者是晶片技术越来越强，把很多商业化的技术也把它技转过来，所以会看到这些人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台湾变成世界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心。那这些视觉系统或者是 AI 未来要导入的时候，都来找台湾。
老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说，台湾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还特别提到南非之前是怎么样去对我们的，但我们只要说，那我晶片不要给你，他马上就变了一个人。同时，刚刚《华尔街日报》刚刚世宗也有讲到，《华尔街日报》很明确讲说，在中美谈判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台湾。习近平竟然想用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要不要去认同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拿去跟川普谈，台湾已经变这么重要了。对，这就是习近平啊，现在借着这次机会，你知道9月19号当他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现在《华尔街日报》已经把这里面的通话内容有些重点都把它释放出来了。对，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很希望用这一次谈经贸协议的过程当中呢，让川普能够讲出反对台独这个字眼。其实你可以从《华尔街日报》当中的谈话可以讲得出来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说什么要拒绝赖清德过境啊，或者美国等等，就取消延后了不能到中南美洲访问啊。有人认为说这就是中国要求的。那中国要求呢，他的情况之下，所以你美国把它取消掉，以便于说制造中美之间的良好气氛，去谈这个经贸问题。但事实上也不是啊，华尔街日报也提到一点也有人提到说这根本不是，这是什么？这是避免赖清德过境的时候呢，就引起所谓的他的声势高涨，引起这个所谓的台湾内部在所谓的罢免案当中呢，可能协助了赖清德这一方，所以其实就是暂时取消的原因，也是因为台湾内部的这个选举的考量，所以这个讯息非常混乱。再来一件事情，Rubio跟王毅谈话这件事情常常是这样子，比如说新华网或者是中国的官媒来讲的话，他们自己会自己加上去的，他会自己加的，中英版本不一样。中国谈的东西跟美国这边谈的版本是不一样。或许他们私底下有聊到这个议题，但是中国就认为说，我表明我的意见了，你也没有意见，你也没有给我反驳，那这样子就等于是你同意了嘛，对不对？对美国来讲说，我又没有讲说同意，你干嘛说把我写上去说同意？所以为什么说后来造成国务院把国务院的网站把不支持台独把它拿掉？因为这件事情但是问题你不支持台独拿掉，代表说你美国支持台独吗？对，那他也没这么讲。所以就大家在玩文字游戏，但这个文字游戏的确会双方真的都拉扯，对，就在拉扯。但是这种拉扯的话是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目前这种拉扯现象不会在现在短期内就结束。另外话就要说，就是说，川普他也不可能用台湾来跟你做这些事情，因为你用台湾来换这些事情的话，你中国说真的你也拿不起，你基本上也拿不出什么筹码来跟美国交换。但是最近来讲的话，的确我们有一些筹码，因为大家知道说前些日子南非对我们非常的不友善，对不对？然后我们也采用所谓的晶片的手段来制裁它现在其实大家来讲的话，更细节的可以看得出来，背后有中国在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2023年12月的时候，当时南非就开始说，要希望我们的代表处从这个普利托利亚搬到约翰尼斯堡去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习近平到这个南非访问的时候，南非等于是做球给习近平。好了，我们再比对一下另外一个时间点，在2024年10月的时候，当时南非政府对我们发布第3次的这个通函的要求，说你一定要搬。那什么时间点？那是刚好就是南非的总统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好，我们在下个时间点，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呢，基本上要降编我们的这个代表处的名称，还有更名，还有改地址等等之类这些动作其实在2025的时候，其实他们跟外交部之间来讲的话，有一些私底下的一些这个眉来眼去的事情。对，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南非它背后来讲都是由中国在指挥他来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的确他可能跟中国关系可能会比较好，金砖5国嘛，金砖5国的同盟国。但是的确，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晶片手段，把它掐得紧紧的这样的办法，虽然现在经济部暂缓执行，但问题是，这也是过往来讲的话，在外交部的这个立场当中最硬的一次，而这一次最硬的一次也逼迫的南非让步，现在主动要求，不是被动了，是主动过来找我们说，好好的来跟我们谈。显然来讲的话，中国虽然也施压他，但是呢，南非有自己的经济考量。南非如果现在来讲的话，还只有听中国的话，未来他在经济产业、经济链方面真的会脱离美国的供应链。瑞德哥，我们刚刚看到，川普他最近也太凶了吧？我们都知道 ICE 最近去把这种非法的移民这样抓来抓去，但现在竟然有一个说法 ，ICE 它根本就是川普的私人军队。
这私人军队现在他更凶猛了。那么，川普总统呢，正在做一件事，是在什么事呢？他在收拢整个军队的相关的等于说民心士气呀，要把军队纳为己用。他在明天即将对800多位分散在世界各国、日本、韩国、中东所有的一线的指挥官的将军，要对着他们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哎，这4个字，沙尔，你知道值多少钱啊？值几百万美金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800多位的将军都是第一线的指挥官，那个参谋不用哦。对，那有一个航空母舰上面那个参谋也是将军，那不用哦。第一线指挥官他仅限于第一线的指挥官。那么把他们全部召集回美国了以后，就为了告诉他们我爱你们。你以为川普是疯了吗？他不是疯了，为什么呢？他在告诉这些全世界美军的头子，你们都是我麾下那么最重要的干部之外呢，刚刚讲到那个艾斯嘛，对。那么事实上呢，美国这个移民及海关局啊。最近在川普大量的这个等于说针对非法移民进行这个相关的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呢这个包括尤其是芝加哥，哇，这很凶哎，他是一大群人直接扑倒的。因为呢，这个艾斯他们自己本身呢，他现在川普授权给他，对，只要你在芝加哥在哪里啊，你发现疑似非法移民，这个听清楚哦。疑似非法移民，你就可以立刻进行逮捕跟搜证的各个搜查的过程啊。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反抗啊，对，你知道到底什么这个地步啊？刚刚走在路上的，然后呢再去这个大卖场购物的，还有开车经过的，全部拦下来。只要疑似非法移民，我就检查你的证件，我就把你什么带回去处理。那这些外国的移民，当美国是大熔炉是没错，但也有很多真的是非法的移民嘛。对，那他们会认为我已经在美国已经待那么久了都没事啊，然后他们会反抗啊，反抗了以后呢，就会起纷争，肢体上的冲突之后，我跟你讲，那是非常暴力的。那肢体上的冲突啊，最近发生一件事。那么艾斯他们在执勤的时候，把一辆车拦下来，对，认为那个是这个来自于外国的这个等于说非法移民啊，然后就跟他那边拉扯啊，最后，因为这个艾斯的这个查气员呢，你看因为他这个车主呢没送了，我不好意不跟你这边谈的嘛，他要走的时候呢，他要把他拦下来，那是不是拉扯等等啊？那么最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肢体冲突了以后，这个 ICE 的成员认为我有生命危险，那怎么办？在美国有生命危险就是有一件事，就直接拔枪，砰就开枪打了，就把对方给打死了。最后这个 ICE 的这个干员呢受伤，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大碍，但是对方被打死了。对，这件事情传出了以后呢，就跟过去的很多的这个暴动事件一样。就200多个相关的移民呢，那么就直接包围了艾斯，那么在芝加哥当地的这个收容所嘛，拘留所就直接包围了又抗议啦、骂啦干嘛？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就给他那个一样啦，橡胶子弹啊、催泪瓦斯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嘛，全部都出来了。那么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只是众多这个等于说艾斯所出动的这个其中一个冲突而已啊。瑞德哥，我们刚看到这个 IC， 有多凶？你看到这在纽约的办公大楼里面。IC 人直接进去之后，你看这个人一直求，他没有理的，他直接弄的。对，没有错。那事实上呢，不分男女老少，那么 IC 的这个相关的官员呢，那么他在执行逮捕的行动的时候呢，是非常强硬的。也就是说，他跟过去你看，他是直接把他推到墙上。即便你是一个女生，他一样墙上把你压制在地上干什么？我得跟你攻挡攻塞就对了。可是你要知道。川普不是一个他不是利用马斯克，然后呢砍了好几万个这个联邦的雇员吗？对，然后省了很多钱。这个大而美法案不是这个砍了很多预算嘛？那省了很多钱吗？他却在艾斯的这个美国移民及海关局啊，没想到他竟然把70亿美金的相关的预算一口气增加到300多亿美金，什么意思啊？各位。300多亿美金已经超过世界很多国家，意大利、巴西这些国家，它的国防军事预算他用那么多钱下去，就表示他是玩真的。对，他要真的给开干啊，真玩真的，而且他有意无意的专门挑民主党执政的各个城市、各个州下手。所以 IC 他根本真的变成川普私人军了。你没看砸那么多钱了？他加州也这样干，对不对？加州也要这样干嘛？那么现在呢？包括波特兰，他把他的目标放在波特兰，他直接调动200个国民军干什么？
200个国民兵进来要波特兰要保护这个 ICE 的相关机构。那请问一下，美国总统川普能不能调国民兵？还真的可以。对，因为呢，州长可以啊，国民兵通常是州长调。但是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事实上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紧急情况下，他确实也可以调这个国民兵进来保护这个波特兰。可问题是来了，你用200个国民兵在保护这个波特兰的过程当中，川普又下令，如果万一遇到这个暴民的话呢，你就火力全开。这个火力全开，这个4个字很可怕。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在芝加哥的拘留所的那个这个相关的包围行动。当地就抓了11个所谓的暴民，然后起出2把枪械跟1个爆裂物，他们就认为说他就是暴民，就是暴动。那在波特兰的这个行动里面呢，如果火力全开，万一又发生了冲突，万一又死人，对不对？那个是牵一发而动全局，那个是不得了，那个全美国都会这样做。所以呢，事实上呢，这些包括波特兰这些相关的，包括市长啦，包括这些州长，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法院提起上诉。跟法院提起上诉了以后呢，意思就是说，你川普不能这样干呐。对，你这样干了以后，你会造成那么等于说这个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从种种迹象显示，川普就是要去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支军队。对，你说他是锦衣卫也好，你说他是御前带刀护卫也好，但是从明天川普要跟800个将领第一线指挥官说“我爱你们”，你就知道川普已经在预告了。这支部队就是我专门要使用的，然后呢，我要执行我的意志，那首当其冲就是在全美国逮捕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